走开，都走开，别碰我！哼，我才不和不洁身自好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给我滚去无情宗！师傅，无情宗那是和尚庙啊，他们怎么可能跟我说？师傅，我要求很低的，帮我找其他宗门的就好。那你解释下，为什么药王谷的大弟子带了3车极品驻颜丹来求亲？人家会炼丹会赚钱，你为什么不要？他常年炸炉，身上一股子焦糊味儿，而且他头顶都快秃了。我宗弟子怎能对着一个秃顶谈风月？行，那3桂前御兽宗的少主呢？人家可是带着8阶灵宠来的，长得也算仪表堂堂。他天天跟他的御兽睡一个被窝，我这人有洁癖，受不了。哼。那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？第一，长得必须俊，剑眉星目是底线。第二，身段得好，个子要高，腿要长，腰得细，最好有8块腹肌。第三，必须是纯阳之体，元阳未泄。第四，话不能多，不能油腻。最后还得会做饭。沈妙妙，你当你是去9重天选天地呢？要求也不算太高吧。师傅，你干嘛？有话好说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既然你嫌弃这些正常的难修，那我就送你去个不正常的地方。哼！您这是要把妙妙去哪儿啊？扔去无情宗。那里个个元阳未泄，沈妙妙，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。你在无情宗找不到符合你要求的道料，就永远别和宗。师傅，你这不是让我去找道料，是送死啊！死在外面也比气死我强。柳长老，你跟他一起去，负责盯着他。师傅，我改要求还不行，疼死我了！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妙妙，咱们赶上无情宗10年一度的事件大典了。刘长老，咱们现在跑来得及吗？宗主说了，找不到道路不准回去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妙妙，你看这满广场的剑修，不正是你挑大好时机吗？对啊，无情宗的剑身段可是修仙界出了名的好。柳长老，你看左边第3排那个怎么样？剑眉入变，鼻梁高挺，是个俊后生。不行，他刚才睁眼的时候眼珠子乱转，一看心思就不纯，不够高冷。那右边那个呢？那个胸肌练得不错，把道袍都撑起来了。不行，不行，这种一打架肯定喜欢包衣，太油腻了，我不喜欢显眼包。哎，妙妙啊，选道侣哪有十全十美的？你这要求怕是真得打光棍了。宁缺毋滥，这是原则。恭迎少宗主大师兄。妙妙，快看那个无情宗少宗主裴玉晨，这可是修仙界出了名的金龟婿啊！不行，这还不行？他笑得太像只狐狸了。这种男人心思深沉，肚子里全是弯弯绕绕，我拿捏不住。宽肩窄腰，堂腿高了，完全符合，简直就是照着我的择偶标准量身定做的。柳长老，我要那个穿黑衣服的。妙妙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那是谁？长得这么符合我的审美，就算是阎王爷我也认了。
比阎王爷还可怕，那是谢无寒，无情宗现任首徒，修的是无情道。传闻他3岁拔剑，10岁就敢单挑4阶妖兽，15岁一剑劈开了魔族深渊的结界。死在他剑下的魔修没有1000也有800，这可是修仙界年轻一代里出了名。这身体看着就知道体力肯定很好。啊！柳长老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这是体力好不好的问题吗？他修的是无情道，断情绝爱。我不信，师傅说了，只要肯努力，再冷的冰块我也能给他武化了。你既然决定了，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，我也要闯一闯。心跳的好快，但话已经到嘴边，绝不能怂。这位道友你好，考虑一下跟我合。姑娘有胆识。道友怎么称呼？这女的是谁？不要命了！都跑咱们无情宗去发疯了，连大师兄都敢调戏。明年的今天就是她的忌日了。哼！道友，我在跟你说正事。道友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剑气内敛，绝对是个修仙的好苗子。但我看你眉宇间隐有郁结，显然是修为遇到了瓶颈。正好我中有一门上乘的功法，不仅能调和阴阳，还能助你突破瓶颈。你跟我走，以后吃穿不愁，修炼资源我包了，如何？不修。为什么？你嫌我修为低？虽然我只是炼气大圆满，但我根格好啊。嫌我长得不够美？我可是这一代最好看的小师妹。那你到底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是谢无寒。我立刻马上连夜扛着传送杖跑回宗门。这位姑娘还想问什么？我认错人了。哦，小师妹把我们无情宗的首徒认成谁了？啊，就一个普通的过路剑修。小师妹像一个过路的普通剑修球。不是，是交流道法，对，交流道法。姑娘真是风趣，不过这种事长辈没教过你，在别人的地盘上要收敛些吗？长辈，快跑！溜跑！跑！我往哪儿跑？我已经被谢无寒的剑气锁定住了。你不说话是默认了。默认什么？我没有。默认你来无情宗是为了寻衅滋事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他刚才说要大师兄，简直有辱斯文，伤风败俗。谢道友，这真的是个误会，我就是刚才被传送成晃晕了头，胡言乱语。看着挺清醒的。谢道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个练气期的小学人计较。我计较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到底是怎么教弟子的。看到男人就直接扑上来求。我不随便，是你刚好全中了我。高个儿、腿长、腰细、8块腹肌的道理标准，选你怎么了？谢无寒听见没？人家夸你腿长腰细呢。弟子，把他押去执法堂。放开我！我抗议！有话好说，别动粗啊！我们赔钱赔零食还不行吗？
弟子沈妙妙在事件大典上言行无状，公然调戏本宗首徒，扰乱秩序，按律重罚。长老明鉴啊，这丫头就是脑子缺根结，她绝对没有恶意。无情宗不缺灵石，既然犯了错，就要受罚。罚沈妙妙去洗剑池清洗宗门废剑3个月，每日抄写清心妹100遍，在此期间不得踏出无情宗半步。什么？完了！宗主知道了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这3个月你就在这里洗剑，洗不完当天的份额不准吃饭。这也太狠了吧！宗选道侣的眼光确实独特，就是这受罚的姿势不太优雅。少宗主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怎么会？我只是好奇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敢当众去招惹谢无寒那个煞青。我怎么知道他脾气那么差？我就是看他长得符合我的标准，随口问了一句而已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至于拔剑削我袖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当众夸他腰细腿长，这比当众打他一巴掌还让他难受。哼，那又怎样？事实还不让说了。沈妙妙，你真的觉得选道侣只看腿长不长？当然不是，还要看脸、看腹肌、看性格。那我符合吗？外形确实符合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你是少宗主啊！我师父说了，找道侣要找能听话、能干活的。你这种身份肯定娇生惯养，不可能跟我和宗做饭、洗衣服的。而且你笑得太精明，我怕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钱。做饭、洗衣服。对啊，道侣不就是要互相照顾吗？沈妙妙，你真有意思，难怪谢无寒会被你气得拔剑。很好笑吗？大师兄怎么有空来这洗剑池？莫非是来监工的？看来洗剑池的惩罚对你来说太轻了。你还想怎样？我都已经被罚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评价剑修，那就跟我去剑州。什么？裴玉晨，人我带走了，执法堂那边我会去说。松手！打死我也不松！太高了，我会掉下去。沈妙妙，我数到3。你数到300，我也不松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杀人灭口吗？你不是说找道侣要看身段、看体力吗？看清楚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眼睛瞪得广圆，彻底呆住了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木头人，而是一把真正出鞘的绝世凶剑。我承认我被帅到了，原来他说的体力好是这个意思。看清楚了吗？这才是我的道。你口中那些荒谬的
标准在真正的剑道面前不值一提。看清楚了。谢道友，你这么厉害，收徒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刚才那一套连抄太帅了，反正我也找不到道夫，要不你教我练剑吧，我给你交学费。沈妙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脾气很好？自然在，没有啊，我觉得你脾气挺差的。闭嘴，滚上剑！这男人绝对有病，活该他修无情道，打一辈子光棍。妙妙，你没事吧？柳长老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差点被那个杀神折磨死。我这不是去给你疏通关系了吗？这无情宗的人一个都跟石头一样，我费了好大劲才弄到这碗汤。妙妙，我打听过了，那个谢无寒确实惹不起，但咱们可以换个目标啊。换谁？裴玉晨啊，少宗主脾气好，而且我看他对你挺有意思的。哼，他那是在看猴戏呢。他那种人满肚子坏水，我才不要。沈喵背后说人坏话的习惯可不太好。少宗主走路都没声音的吗？又来看我笑话。沈妙妙，你仔细看看我，看你脸上有几朵花？不记得了。6年前，4大宗门在迷雾森林联合试炼。6年前，我因为贪吃灵果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误入一个残破的阵法，看到阵法中央一个剑修浑身是伤不省人事，可他那张俊俏的脸让我眼前一亮，凑了过去。很帅啊！你等我要筑基了，一定去你宗门找你。想起来了，当年那个在阵法里被你轻薄，还被你许下承诺的剑修，就是我。少宗主就是误会，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是吗？可你当时摸我腹肌的手法可是相当熟练啊。那是因为我以为你死了，想看看尸体硬不硬。沈妙妙，你许的诺我可是当真了。这6年我一直等到师妹长大来找我负责。至于谢无寒，我会跟他公平竞争的，看看最后你到底会跟谁。柳长老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谢无寒提着剑杀过来了，比他还可怕！裴玉晨他拿当年那个逼我跟他结为道侣。什么？妙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好个屁！他那是报复。你想多了，你听我的。现在谢无寒对你也算特殊，裴玉晨又主动出击，咱们宗的宗旨是什么？广撒网多敛鱼，择优而从之。对，2个都拿下，让他们俩为你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，最后你坐收渔翁之利。不管带哪个回去，宗主做梦都能笑醒。刘长老，你不去修魔道真是屈才了。挥剑1千下，练不完不准吃饭。1千下这会死人的。
大师兄何必对一个小姑娘如此苛刻？妙妙，别理他，过来吃东西。他是被罚人，不准吃。我身为少宗主，体恤受罚弟子有何不可？谢无寒，你的道不适合他，他修的是宗的功法，需要温养。我的事轮不到你来插手。他是我未来的道侣，我自然要管。道侣，他昨天还问我收不收他为徒。我感觉自己像块夹心饼干，快被这2座冰山击碎了。沈妙妙，沈妙妙。 2位大佬又怎么了？你今天说想学无情宗的轻功法轮，我带了本宗最高阶的踏雪寻梅身法御剑，你想我亲自教你？那种花子有什么用？实战中不堪一击，跟我宣布。谢无寒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剑道天下第一？是不是天下第一？少宗主想试试。慢着，你们俩有没完？一个天天逼我练剑，一个天天拿过去的破事威胁我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整天冷着个脸，动不动就拔剑，谁敢跟你睡到半夜？怕不是要被你抹脖子？还有你，笑面虎，谁知道你心里憋着什么坏水？我当年就是手贱摸了你一下，至于记仇记6年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，我谁也不选，我谁也不选，我要自由，我明天就走。好一个谁也不选，宗的弟子倒是好大的口气。拜见宗主。你就是那个在世剑大典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宗弟子？回宗主，是晚辈沈妙妙。哼，无寒玉晨，你们2个是我无情宗最出色的弟子，一个是我的亲传首徒，一个是本宗的少宗主，如今却为了一个宗的女族在院子里拔剑相向，你们修斗情道都修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弟子知错，父亲息怒，只是切磋而已。当本座眼瞎吗？沈妙妙，你师父送来无情宗是让你来受罚的，不是让你来祸乱我宗门弟子的。这下真的完蛋了，惹恼了无情宗宗主，别说找道侣了，能不能活着和宗都是个问题。晚辈知错，晚辈真的知错了。晚辈绝对没有祸乱贵宗弟子的心思，是他们非要缠着我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无情宗的弟子上赶着要跟你？回宗主，晚辈承认世剑大典上是我色迷心窍，出言不利，但我已经被罚了。可是这几天谢道友非要逼我练剑。少宗主又非要拿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让我负责。晚辈虽然要求高，但晚辈有自知之明。他们俩一个是首徒，一个是少宗主，怎么可能跟我做饭洗衣服呢？所以晚辈早就明确拒绝他们了。做饭洗衣服？对啊，我师父说了，道侣就是要互相扶持。他们俩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带回去还得伺候他们，我图什么呀？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图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2个听见没有？人家嫌弃你们不会做饭洗衣服，堂堂无情宗双蝎，居然被一个宗的小丫头给嫌弃了，丢人，太丢人了！
师尊，父亲。既然你们两个都对这丫头动了凡心，说明你的无情道遇到了情劫。神妙妙妙，本座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宗门大比将在半个月后举行。既然你引得他们二人争抢，那便在宗门大比上见真章。谁能在比试中拔得头筹，本座就亲自做主，让他跟你走。跟我走？去哪儿？当然是去。我无情宗的人，输也要输得明明白白，赢也要赢得光明正大。可是我不想要啊！由不得你！若你敢跑，本座就平了你们宗！半个月后我会赢。大师兄话别说太早，这做饭洗衣服的活儿，说不定我更擅长呢。造孽！我就是想找个体力好的纯净男修而已，怎么就把事情成搞这样了？完了，宗主走了，我这修仙生涯大概是要走到头了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什么？做饭。你刚才说找道侣要会做饭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？甜的还是咸的？你别笑我！你拿剑子走进劳动场，我把你们处死了！大师兄连火候都掌握不好的剑修，怎么能做出好吃的灵刃？妙妙，别理他。我天生火灵根，控火之术炉火纯青。你想吃烤灵柱还是炖仙菇，我都能给你做。控火之术好不代表做饭好吃。杀灵兽，你拔剑的速度有我快吗？做饭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，不是比谁拔剑快。那就试试，试试。妙妙，你太牛了！我刚才在外面全听见了，宗主居然同意他们跟你合宗，而且他们俩现在去抢着给你做饭了。柳长老，你觉得这是好事吗？他们俩要是为了抢着做饭把无极宗的厨房炸了，宗主绝对会把我剁了喂灵兽的。怕什么？这是他们自愿的。我这就给宗主发传音符，汇报这个天大的喜后。宗主，大喜事儿啊！妙妙在无情宗钓到2条大鱼，一条是少宗主，一条是首徒。对，他们现在正在为妙妙争风吃醋，卷起袖子下厨房了。咱们东振兴有望啦！沈妙妙，好徒儿，师父果然没看错你。无情宗的双杰啊，你居然一口气全拿下了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半个月后的大比，不管谁赢，你都必须给我带回来。要是能2个都带回来，师父把宗主之位传给你。带回去2个活阎王，恐怕是第2天就要被夷为平地了。我战战兢兢地坐在石桌旁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门突然被推开，他竟然系着围裙，顶着满脸炉灰进来了。吃。这是你切的？用本命剑切的，3600剑，每一剑的力道都分毫不差。冰一鱼的寒气被剑气锁在肉里，口感最佳。用本命剑切生鱼肉，无情宗的列祖列宗要是知道你们的首徒拿本命剑干这个，怕是会气得从剑掌里跳出来吧。大师兄的剑法确实精妙，但生冷之物吃多了伤脾胃。妙妙是宗弟子，体质偏弱，还是得吃点温补的。这是我亲手抓的七彩锦鸡，用3昧真火慢炖了2个时辰，肉质酥烂，入口即化。妙妙，尝尝。啊，那个，2位道友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真的只是随口一说。吃。妙妙不给面子吗？我吃还不行吗？
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谁做的更好吃？这是一道送命题。哎呀，我突然肚子疼，可能是昨天吹了2风，不行了啊！我要回5行不行？你的鸡汤太腻了，把它吃坏了。明明是那鱼片带着剑气，伤了他的经脉。造孽啊！这半个月的日子可不好啊！接下来的10几天，无情宗的画风彻底跑偏了。原本高冷肃杀的剑修宗门，每天都能看到首徒和少宗主在疯狂内减生活技能。清晨，谢无寒会在后山的灵泉边用剑气帮我洗衣服，那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跟水妖搏斗，瞧把这些弟子给吓的。甚至还有人拿出小本本记录，估计是把洗衣服当成什么绝世剑招了吧。中午裴玉晨会准时出现在我的院子里，带着他变着花样做出的灵扇，他就这样一边摇扇子一边看着我吃完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看着无情宗的弟子们从一开始的震惊不解，到后来的麻木，甚至开始偷偷学习。沈姑娘，你们宗的女修真的都喜欢会洗衣服做饭的男修吗？我现在学颠勺还来得及吗？面对这离谱的问题，我只能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我推开房门，只见清冷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。那个平日里的木头人，此时竟穿着单薄的中衣，独自在月下出神。睡不着。明天就是大比了，谢道友，你真的非要赢吗？沈妙妙，在。你觉得我修的无情道是什么？断情绝爱，斩断一切尘缘，只求剑道巅峰。我3岁握剑，师尊告诉我剑修的剑要绝要冷，不能有牵挂，有了牵挂拔剑的速度就会变慢。这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，我的剑越来越快，但我却觉得剑越来越重了。直到那天在试剑大典上，你冲过来大言不惭地说要跟我，那是我脑子进水了。那一刻我确实很想一剑杀了你，但当我拔剑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剑轻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有了怒气，有了情绪。无情道的尽头不是没有感情，而是看破感情。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能让我情绪失控的人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，但我不讨厌这种感觉，所以明天的大比我一定会赢。我会跟你宗去看看你口中的道侣生活到底是什么样。这算是表白吗？修仙界第一杀神的直球表白？我感觉自己的心跳不受控制地跳了一拍。大师兄这番炮白真是感人肺腑啊！可惜深夜私会女修不太合乎规矩吧？雨辰，妙妙，6年在迷雾森林，你给了我这条剑扫。当时我重伤濒死，是你施那句等我长大了来找你，让我撑过了最难熬的一夜。我裴玉晨从小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唯独这6年我一直在等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懂小姑娘。明天的大比我不会输，因为她早就答应过要对我负责。快看那个就是长得确实水灵，但也不至于让古三和思思抢破头吧？你懂什么？听说人家三宗的手段高明着呢，能把无情宗的冰山都给融化了。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承让，我们家妙妙也就是平平无奇，主要是2位天才，非他不可，推辞不掉啊。今日乃我无情宗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决战，比试双方，首徒谢无寒，少宗主裴玉晨。我坐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宗主那有意无意的一瞥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，只能拼命攥紧手心。胜者不仅能得到宗门至宝玄冰玉髓，还能满足一个心愿，生死有命，点到为止。比试开始。
拔剑吧，今天我们就彻底分个高下。如你所愿。那轰鸣声震得我耳朵发麻，看着火龙与剑光交织，我真的好怕他们谁会受伤。谢无寒的速度快得只剩残影，剑气震起的碎石几乎要划破上空了。可裴玉晨却依旧这么从容，在那夺命的剑网里，身法竟然还如此飘逸。无情剑诀第3式，断孽。是大师兄的杀招！天火流星玉。太强了，这两人都已经半只脚踏入元婴期了吧？谢无寒，你的心乱了，有了牵挂的剑不够快。我的剑不需要断绝牵挂，守护同样是剑道。他们是真的在为我拼命，不是为了门派利益，也不是为了宗门至宝，只是为了我那天随口说出的一句荒谬的择偶标准，为了一个荒唐的承诺。还没输，我也没倒下。平局，谁也没想到，无情宗最强的2位天才，居然打成了2败俱伤的平手。沈妙妙，他们2人打成了平手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心跳快得要跳出嗓子眼了。现在由你来选，你要带谁？救命！这种2选1的修罗场，哪怕是祖师爷来了也得挠头啊！宗主的话就像一道定身咒，全场成百上千双眼睛都盯着我，我该怎么办？选谁？是那个为我学做饭、洗衣服，甚至悟出守护剑道的谢无寒，还是那个记了我6年，为了一个又承诺愿放下少宗主身段的裴玉晨？宗主，我选不出来。什么？2个绝世天才摆在面前，他居然说选不出来？哼，这宗的女修也太嚣张了吧！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很优秀。谢道有剑法通神，裴道有法术无双，他们是无情宗的骄傲，是修恩界未来的顶梁柱。谢无寒，你说你的剑因为有了情绪，其实你早就明白了。无情早的最高境是友情，你的道在你的剑里，你不需要跟会宗去证明什么。裴玉晨，6年前的承诺我真的很感动，但你堂堂少宗主，未来要执掌整个无情宗，怎么能为了一个儿时的玩笑跑去恩宗当赘婿？所以我决定了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宗全都要。你说什么？全都要？对。晚辈斗胆想请宗主允许谢无寒和裴玉晨同时担任我宗的客卿长老。天哪，客人长老，宗这胃口也太大了吧！
妙啊！妙妙，干得漂亮！这波格局打开了。宗主，您看他们俩现在正好遇到了修行的瓶颈，需要入世历练。虽然门派不大，但最懂人情世故，让他们去当克钦长老，既不违背他们无情宗弟子的身份，又能让他们体验红尘魔力道心，这简直是双赢啊！好一个双赢，好一个体验红尘！你这丫头算盘打得比你们那个刘老太主还精，把我们无情宗最厉害的2个战力拐去当免费打手，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那宗主您的意思是？你们2个可愿意去当这个克钦长老？弟子愿意。能天天给妙妙做饭，弟子自然愿意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依你所言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若他们2人在宗有任何闪失，本座拿你试问。多谢宗主。师父正瞻微坐于宗主宝座上，神情紧张。妙妙啊，你真的把他们俩都拐回来了？无情宗宗主没提刀来砍我？师父放心，手续齐全，合规合法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咱们宗的克钦长老了。宗这几年日子不好过，弟子光顾着谈情说爱，战斗力极其拉垮。最近宗门灵脉还被几个散修势力盯着，天天来找麻烦。看到我把人带回来，师父变脸的速度简直比翻书还快。谢长老、裴长老，2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我这就让人给2位安排最好的洞府。不需要最好的洞府，我要住在沈妙妙的隔壁。巧了，我也觉得妙妙院子旁边的风水最好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看着师父这副样子，我只能无奈的扶额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我的噩梦不，我的幸福生活就在这宗正式拉开了帷幕。他们安顿下来后，简直把这里的男修们卷得没有活路了。清晨宗的男修们还在对着镜子双打扮时，谢无寒已经开始了。看样了。清晨，谢无寒已经在广场开始了晨练，这身法和力量感简直让人挪不开眼。哇，谢长老好帅啊！那腰身，这才是真男人啊！而到了中午，当其他男修还在费尽心思约师妹吃饭时，裴玉晨也总会准时出现。妙妙，今天炖了灵尾雪鹤汤，养颜的。天哪，少宗主不仅长得俊，还这么照顾人，还会做饭，这简直是绝世好道侣啊！短短半年，宗的风气彻底变了。而我作为这场内奸的源头，每天被这2座大佛围着，真是痛并快乐着。我坐在凉亭里，两边坐着这2尊大佛，瞧着谢无寒竟用本命剑气给我削果皮，果真薄如蚩翼。裴玉晨也不甘示弱，指尖灵火温着仙茶，这凉亭里全是沁人的茶香。妙妙，半年了，你的炼气大圆满瓶颈似乎有些松动了。是啊，灵气已经满溢，随时都能筑基。可是宗的功法筑基必须既然要筑基，那就选吧。是啊，妙妙，客委长老我们当了，饭我们也做了，现在你该给我们一个名分了吧？半年的相处，说没有心动是假的。谢无寒的守护，裴玉晨的细致，可是我只能选一个。妙妙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个疯女人。疯女人？什么疯女人？他说他是万花谷的谷主之女，叫殷离歌。他说谢长刀是他的人，问我们宗
宗凭什么抢她的男人？殷离歌，他怎么来了？你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大师兄3年前在万花谷执行任务时救过他的命，从那以后，这位谷主千金就对大师兄念念不忘，隔三差五就往无情宗跑。谢道友艳福不浅啊！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人家可不这么认为。殷离歌可是放话说非大师叔不嫁，万花谷的谷主也乐见其成，还亲自找过我父亲提亲呢。提亲？你答应了吗？哼，我当场拒绝了。可人家追上门来了呀！妙妙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，殷离歌带了一大帮万花谷的弟子堵在山门口，说要是不交出谢长老，他就踏平咱们宗。就凭他？万花谷是13大宗门之一，实力仅次于无情宗。殷离歌本人更是筑基后期的修为，比你高出整整1个大境界。啊！我只是个炼气大圆满的小菜鸟，拿什么跟人家斗？别怕，我说过和你无关的人，我不会多看1秒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玉晨，你留在这里保护妙妙，我去山门。谢无寒，妙妙，你在担心他？谁担心他了？我是怕他把万花寨的人打伤了，给宗惹麻烦。你终于承认了。那就去吧，我陪你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看到大师兄被别的女人抢走。毕竟我们俩已经达成协议了，要公平竞争。要是他被殷别哥拐跑了，我跟谁竞争去？谢无寒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跟不跟我走？不跟。为什么？我哪点比不上那个的废物？他只是个练气期的小修士，连剑都拿不稳。我爹是万花谷谷主，我是筑基后期的天才，我能给你资源，能给你地位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他什么都不用给，他站在那里就是全部。好，好的很，那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。住手！你是谁？你呀，就是嘴硬。妙妙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谢长老他跟殷离哥打起来了。打起来不是很正常吗？又没死人。可是殷离哥说，如果谢长老不跟他走，他就当场自爆金丹，同归于尽。什么？那可是同归于尽的招数。筑基后期修士自爆金丹，足以把半个宗夷为平地。殷离哥疯了吗？他本来就疯了。他说他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现在谢长老正在山门口跟他对峙，场面非常紧张。妙妙，你干嘛去？去会会那个疯女人。你去有什么用？你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谢无寒被他逼婚，他是我的人。
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废物，宗的沈妙妙。果然是个废物，炼气大圆满，连给我们万花谷看门都不配。那你呢？堂堂万花谷谷主之女，居然要靠自爆金丹来逼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就服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懂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要是真厉害，就该让他心甘情愿的喜欢你，而不是在这里撒泼打滚，以死相逼。你这样做只会让他更讨厌你。你懂什么？我喜欢了他3年，3年啊！我为他学炼丹、学玉，甚至学了剑法，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只是想要他一个眼神而已。可感情不是交易，不是你付出多少他就得回报多少。他不喜欢你，你再怎么逼他都没用。那他就喜欢你吗？你凭什么？他不需要凭什么，是我自己非他不可。你的新歌，你的心意我很感激，但我谢无生这辈子只认他一个。哼，殷姑娘，3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裴玉晨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给你讲个故事，关于一个等了6年的人的故事。6年前，有个少年在迷雾森林受了重伤，以为自己要死了，可偏偏有个女人闯进了他的阵法，摸了他的脸，还摸了他的腹肌。完蛋了，那个色胆包天的摸鱼少女好像是我。临走时，他把唯一的剑穗塞进少年手里，说等他长大了来娶她。然后呢？快说然后呢？然后少年等了66年，却是那个小姑娘喜欢上了别人。你知道那6年有多难熬吗？每次看到别的女修靠近我，都告诉自己再等等，她的眼里却只有别人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她？因为看到她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我懂了，原来是我太自私了。谢无寒，我放手了。沈妙妙，你赢了，但我不服气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找一个比谢无寒强100倍的男人，到时候来你面前耀武扬威。不是让你在院子里等吗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我是怕你把山门拆了，我们都还得花钱修。妙妙，你耳朵红了。闭嘴！沈妙妙，你刚才说他是我的人。哼，我听见了。你幻听了，我没说过。我也听见了。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！宗主说了，今晚开宴庆祝，双喜临门。哪来的双喜？第1喜赶草情敌，第2喜明天就是节气大典。我的人生好像彻底跑偏了，可偏偏我竟然不讨厌这种感觉。